各位朋友呢，在西藏只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会发现无论在多高的山上，都会有一座座铁塔的连接。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西藏现在用上电经历有多难呢？这主要是因为环境因素导致。让我们把时间往回到95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咱们家乡和电的缘分就要开始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感谢大家的支持。最近呢，我在西藏日喀则这段时间呢，我也走了很多的一些地方，所以呢，今天突然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西藏的用电的发展历史。地球有着它丰富的多样性，比如海洋、湿地、雪山、沙漠等等。把它范围缩小，回到祖国来看，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咱们的生活地形地貌基本分为高原、盆地、丘陵、山地、平原，而平原呢，就是这些地形中的高富帅，具备天然优势，自然领先其余地形。咱们祖国最早通电的地方是上海，那个时候还是清朝，那就是平原的魅力。95年前是1927年，那个时候还是民国，一个混乱的时代，全国能用上电的人都是少数。到了1928年，西藏才开始修建第一座水电站，位置就是拉萨北郊的朵底，不过只有几十人的老爷太太们可以使用。一直到1951年，咱们家乡都是完全没有电的。以传统的角度来说，那个时候咱们藏族儿女普遍使用松明子和酥油灯来照明。1951年之后，咱们藏族儿女也算是彻底改头换面，终于有自己的田和房子了。这个时候要考虑普通人用电的计划了，所以祖国努力了好些年，在拉萨和日喀则建成了2座发电站。不过直到1965年才使得拉萨区域的大部分人用上电。卓玛给各位朋友讲一个概念，西藏的面积有122万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2个半法国，但是直到2022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在360万到400万之间，比北京一个区还少。地广人稀是咱们西藏的一个特点，从海拔500米到5000米都有人居住。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远，比如从阿里到昌都开车得走3天左右，也就是说村村之间距离也不算太近。哪怕现在各位朋友到西藏来玩，自驾到无人区，时不时也会看到村庄。在这样的环境下，西藏的用电进行比较难，所以就比较慢。从1965年到2021年，整整56年的时间，才实现了西藏99%以上330万人以上的用电需求。我现在就在我们的家乡西藏日喀则的乡村里面。西藏这边的话，无论是路途多遥远，哪怕住着几户人家，这边呢基本上都是通电的。今天呢，想带大家来看看咱们的西藏乡村的用电场景都有哪些。在我们西藏农村呢，用电地方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冰箱，还有洗衣机、热水壶，还有一样东西在我们西藏农村也好，牧区也好，都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奶汁分离器。它也是用电比较多的一个东西，因为可以做酥油茶。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或者是牧区，用电都相对比较稳定，不会无缘无故的停电了。咱们小时候常常停电，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的。所以西藏的人都能用上电，是好几代人的努力的结果。值得说明的是，西藏过去用电难，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资源。西藏是咱们全国自然可再生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比如水、太阳能、地热等等，这些都是发电的好能源。西藏主要是自然环境导致资源开发难、花费高，在祖国和各省以及国家电网的帮助下，才铺满了整个西藏。现在西藏的电力资源扩起来了，满足自己的同时，还有一些大作用。现在各位朋友到西藏，无论是城市的山上还是无人区的草原上，都能看到许多输电塔。这是从阿里、昌都等地开始电力联网工程，把电送往每一户人家，也把西藏的输电送给全国用电负荷的兄弟省份。真的到处都是输电设备，预计给全国11个省送电。我的梦想呢是走遍全国，我也通过镜头给大家展现我们的家乡西藏到底变成啥样了也可以大家亲自来看看哟。大门西藏欢迎您。